比特币怎么暴跌了呢？还会继续跌吗？能抄底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比特币在日线上，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已经跌了 8.7% 了。那这个跌幅呢，也足以清理掉所有追多的杠杆或者是极高杠杆的这些人。那我们现在回答一个问题是，在日线级别它还会不会继续下跌？会下跌到什么位置呢？那首先我们先打开日线级别的 MACD， 我们之前有谈到当我们的价格还在创造higher high 的时候呢，更高的高点的时候，但我们的 MACD 它的快慢线呢，它却没有跟上，它却在降低了。那这可以表示我们的多头它正在衰弱。那这个我们在前2-3支影片就有提到，我们在昨天的直播、前天的直播呢，也有不断的提到过。那现在呢，我认为这个背离是已经发酵了。那既然这个背离发酵确认了之后，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有谈到，如果说这个背离要确认，我们就需要看到比较大的量能，然后比较大的 K 线。那我认为现在呢，已经可以确认了。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背离给修复掉的话呢，我们就会需要快慢线再重新回到水下之后，然后再重新向上，那这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重新的多头的机会。那这个时候，我个人才会选择去介入多单。当然了，还有很多多头开始的条件。不过我们这一次的下杀呢，它也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发现我们的资金费率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准了，包括 Bybit、币安都已经回到了 0.01% 的基础费率。那 OK， 甚至来到负费率。那这可以表示目前这种高杠杆的多头呢，大多数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不然资金费率是不会恢复正常。这个其实对于多头的成长呢是好的，绝对是好的。因为如果说我们随着上涨的过程呢，资金费率它不断的抬升、不断的抬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做多、再去加仓的话，其实就会非常的危险。或者说，当我们资金费率很高的时候呢，那就表示我们离回调很近了，或者是我们这波多头也有可能已经走向终点了。那目前呢，我们至少可以确认我们的多头呢，它还是处于比较健康的走势当中，也就是回调的时候呢，是可以抄底的。我个人也是有准备抄底资金。那再来我们看一下4小时，4小时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不断的强调这个通道，我认为这个通道呢相当的关键。那它也在这波下跌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你可以发现我们插针的部分它确实往上往下都有插针，但是我们实体部分呢，全部都被很严格的规范在这个通道之内。那你可以看到往下插针的地方呢，虽然说是往下插了，但是它收针还有它实体部分呢，都是收在这个通道上边界的。那我认为这个点位的判断也是相当的精准。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在这个位置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弧形的顶部了。在这里，这个弧形的顶部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画它呢？我认为这个弧形的顶部应该要从我们左手边大概34600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我们左边插针的低点因为我认为真正的颈线呢，它必须这样，它才是符合逻辑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位置，它可以产生一条颈线。那或许有些人他可能会把这个弧形的顶部画的比较短，那我认为这个就比较不符合它原本形态上面的规定那如果说好，这个我们之前有谈到如果说这个弧形的顶部呢真的跌破了34600，然后发酵了之后，它会来到什么样的目标价位呢？如果我们去测量这个弧它到颈线的距离的话呢，然后我们把它给往下放确实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蛮笨的方法，也是很基础的方法，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目标价位呢，大概在32000到32500左右的这个区间。那这个区间也是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回调不可以被跌破的位置。那如果说真的来到了这个位置，我相信绝对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千载难逢的抄底机会。那当然了，其实随着下跌的进行呢，我个人就会开始在继续分批的抄底，继续的买入，继续的建仓现货了。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呢，它会是一次回调接多上车很好的机会，不管是做多单或者是做现货，我认为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点切到1小时。切到1小时的话，你可以发现，其实我认为我们之前往下插针所产生的这个低点35600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说是杀多头的话，它杀到这里其实就应该结束了。如果说没有结束的话，它不会继续往上走的。那当我们能再次跌破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当时走的它不是杀多头的行情，它还需要再去杀不同级别的多头。比如说我们这里的下跌，它杀的是这种1小时级别的多头那我们后续的下跌呢，很有可能杀的就是4小时甚至是日线的这种多头杠杆也会被清理干净。那我们在跌破前低点的时候，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讯号，因为你可以发现一旦我们是要走这种健康稳步的上涨，它是不会去跌破这种回调的最低点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呢，这个位置，我相信这里它是
多头平仓所导致的，因为多头平仓嘛，就是卖出平多，卖出平多，它会形成一股卖出的力量。那这个时候产生的下跌的这个最低点，它就不能再被跌破，因为它当时的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我们往后呢，其实都是多头继续掌握着盘面，所以我们这个位置32500就绝对不该被跌破。如果被跌破的话，那我们后续呢，至少它不会出现这种很立即的上涨。那其实我们在更前面也有看到例子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里插了一根针，那我们针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画一根线，它其实就不会再重新踩回来，它不会被跌破的。但你可以发现我们后续呢，这个位置它已经被跌破了。那被跌破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就走了一波更大幅度的回调，但我认为这对于多头来说绝对是好事。如果一直上涨都没有回调，反而是坏事。第一个是我们没有上车的机会，那再来就是没有健康的回调，其实后续就不会走得深走得远。所以我认为这次回调呢，绝对会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才刚突破了32000这个这么重要的阻力。那我们最后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其实我们昨天有谈到，大概在$2020左右的位置呢，它有产生一个双顶。那这个双顶当然跌破的时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做空的机会。而且呢，如果我们去测量它的目标价位的话，我知道这个方法很单纯但也不见得是不好的方法。它很有可能可以来到1920的这个目标价位。那当然呢，如果说回到1920的话，我个人是会再重新在这个位置呢，再次抄底现货的，甚至是多单。所以我很期待可以来到这个价位。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不用交易，直接送现金。那下方还有很多社群，比如说台湾可能习惯用 Line 有些人习惯用 Telegram 还有 Discord， 有非常多社群服务。那也很欢迎各位去看我昨天的直播。其实我们这里下跌的机会呢，我们在昨天都有很明确的讲到，就包括有产生背离有产生圆弧顶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昨天的直播内容呢，都已经讲的，我认为是非常明确了。那我个人现在还是继续持有的，你可以看这个位置的颈线呢，我们也是在昨天就画出来了。那 Solana 的话，我个人还是继续持有的多单，因为你可以发现呢，其实 Solana 它还是很硬的，所以我个人还是继续持有多单的。那很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昨天这场直播，非常精彩。好，非常感谢各位，拜拜。